该武装集团自上个月底的事件后，其后续动态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根据俄生意人报13号报道，普京在上个月29号会见瓦格纳人员时，就其前途提出多个选项，包括继续由一名过去16个月担任实际指挥官、代号白发的人领导。普京未说明白发具体指代何人。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西方媒体猜测，可能是俄退役军官安德烈·特罗舍夫。特罗舍夫的身份较为神秘，外界甚至不清楚他的具体年龄。有俄媒称，白发也曾是俄内务部西北联邦区特别迅速应变分队队员，因表现出色，曾多次获得表彰。2016年，他获得俄最高勋章俄罗斯英雄。同年12月，特罗舍夫作为瓦格纳组织指挥官之一，受邀参加了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事实上，自2014年瓦格纳集团成立以来，特罗舍夫一直扮演着该组织的幕后领导角色，而创始人普里戈任则负责公开露面。特罗舍夫曾因直接参与在叙利亚的行动遭到欧盟的制裁。欧盟在制裁文件中称他为瓦格纳执行董事以及该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英国的制裁文件称他是瓦格纳首席执行官。瓦格纳事件后，其前景尚不明朗。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瓦格纳的法律地位问题很复杂，需要进一步考虑。事实上，自2014年瓦格纳集团成立以来，特罗舍夫一直扮演着该组织的幕后领导角色，而创始人普里戈任则负责公开露面。特罗舍夫曾因直接参与在叙利亚的行动遭到欧盟的制裁。欧盟在制裁文件中称他为瓦格纳执行董事以及该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英国的制裁文件称他是瓦格纳首席执行官。观察指，在俄乌冲突及俄西方关系高度紧张背景下，俄罗斯不会放弃这支部队。根据白俄罗斯方面的斡旋结果，普里戈任在瓦格纳事件后前往白俄罗斯。其他参与武装叛乱的瓦格纳人员可以与俄国防部或其他强力机构签订合同，继续为国家服务，也可以选择退休回家，或者和普里戈任一样前往白俄罗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这个组织的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俄方现在正在尽量的把这个瓦格纳集团的核心的这个指挥层，核心的军事骨干，和这个普里戈任本人之间区分开，就实现一个把瓦格纳集团的一个去普里戈任化。通过这个就是更多的去重用这些瓦格纳集团的这些骨干的指挥层，进一步的就是消除这个瓦格纳集团未来的这种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最新消息显示，大批瓦格纳战士据传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目前正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奥西波维奇附近与白俄罗斯领土防御部队进行演习。训练内容主要侧重于战场上的战术移动、枪械专项训练、军事工程训练和急救训练等。隶属于白俄罗斯国防部的 Voryan 电视台分享了相关演习的视频。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俄罗斯士兵在接受采访时，对瓦格纳的战场经验表示赞赏。除了乌克兰副防长承认去年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还在日前首次承认乌军对俄罗斯边境发动了袭击，但称相关军事行动不涉及西方提供的军事装备。战事方面，俄军连续2天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推进，乌方则表示在乌东地区处于防守状态。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在红利曼和顿涅茨克方向上击退了乌军多次进攻，打击了乌军指挥所，挫败了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称，乌东部战事紧张，俄军连续2天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推进，乌军处于防守状态。巴赫穆特方向乌军正逐步推进。在巴赫穆特的南翼方向，乌军每天都有进展，而俄军在北翼方向不断进攻，乌军正在努力守住阵地，双方正在进行激战。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则首次承认乌军对俄罗斯边境发动了袭击。扎卢日内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均使用乌制武器，不涉及西方提供的军事装备。此前，西方国家对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作出限制，要求不能用于袭击俄罗斯领土。另外，在采访中，扎卢日内再次向西方提出乌方对巡航导弹和 F-16战斗机等武器装备的需求。
近日，美国对外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针对此事，普京发出对等回应。他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集束弹药，俄罗斯将保留回应行动的权利。И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т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известную нехватку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и у нас тоже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но мы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ли. Но,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они будут применяться против нас, мы оставляем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на зерк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抨击美国向乌克兰输送集束弹，他表示这是美国在自损尊严。马斯克在推特上写道：“美国一直谴责那些使用集束炸弹的人，如今我们却把这种炸弹送去使用，这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命运喜欢嘲讽，却憎恨虚伪。”欢迎回来。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5所大陆高校的37名师生，15号至23号赴台交流。行程进入第3天，参访团上午赴位于台北市中心的长丰基金会交流，并前往台北101大楼参观。下午则前往台湾政治大学交流，还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乒乓球赛。台湾政治大学是此次大陆师生团此行首个访问的台湾高校。台湾政大创校于大陆，前身是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校史连接两岸。台湾政大校方与师生团交换伴手礼，率领陆生团访台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送给政大一面瓷盘，上面画着北京大学的西校门。郝平说：“北大校门永远为政大而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专程陪同师生团参访政大，并在现场观看师生团团长、奥运乒乓球冠军丁宁与政大师生切磋球艺。台媒称，身为奥运冠军，丁宁毫不藏私，现场教导学生该怎么让技术更好。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下午的交流过程特别可爱，希望有机会请同学们来大陆继续深入交流。我觉得首先感受到他们是对于体育的这种热情，然后我觉得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很可爱。刚刚有一个同学就说，今天因为跟我打太紧张了，然后我说没有关系，其实只要你继续努力训练，你肯定会可以提高的。然后我觉得刚刚的这种互动也让我们双方对于这个体育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我相信他们也会很有收获。20几分钟的联谊赛事呢，让马英九和在场同学看得目不转睛。而赛事结束后呢，和这个丁宁交流同学呢，心情雀跃，表示说呢，非常有这个难得的经验，可以跟奥运冠军来交流。那也希望未来呢，两岸能够多多举办相关的体育交流活动。刚刚在跟他打过程中，也会发现，就是这种国际级的顶尖选手的发球就是特别不一样，他的旋转跟那种加速度的感觉，就是不同层次的感觉，所以在接到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惊，然后就是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的场合可以这样多交流吧，就是我觉得双方都要有接触到的机会。